はい、あんまり痛かったら教えてください。はい。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不知不觉又到年末了，马上双11又要来到。这几年医美团购直播呢也很火热，之前我已经分享过光子嫩肤这种入门级不动刀的大众医美项目。今天呢，我想来分享一下关于注射这个话题。如果一直都有观看我视频的人，应该有注意到我的法令纹其实算是蛮重的。随着老化现象的产生，法令纹也超越毛孔粗大，成为我现在面部最在意的问题。我想很多人对于医美还是不敢轻易尝试的，尤其涉及到面部填充这个话题。与大众的担心一样，在我注射第一支玻尿酸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决定。那是我第一次在东京预约业内很有名的轮廓整形医生新井根阳面诊，目的呢是为了注射肉毒杆菌。如果从第一个视频就有关注我，应该有注意到我的脸部轮廓其实和那个时候有一点不一样。尽管那个时候的体重和现在相比是轻了不少，但是因为咀嚼肌的肥大，显得我的脸庞非常的大而且方。从小到大呢，我的脸都是属于比较肉跟大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也许肉毒杆菌可以改变我的这个状态。大概10几年前，我在北京就有尝试过肉毒杆菌，当时的我甚至对肉毒有哪些品牌都不了解，只是知道朋友的朋友在某个医生那边打了针，效果看起来很不错，所以我也怀着尝试的心情去感受了一下。当时的效果一定是不尽人意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了，如果只是因为胖而想去尝试瘦脸针是一定不可取的，因为对脂肪没有效果。前几年在严格控制饮食的情况下瘦了不少，虽然无法达到健身博主那种前后巨大的落差，但肉眼可见的瘦了，只是也因为瘦更加凸显了面部咀嚼肌的肥大。这个时候想要用肉毒杆菌来瘦脸的想法呢，又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花了一些时间做功课，最终选择了新井医生，并且预约了面诊。是什么原因明明是肉毒注射的计划，最后又涉及到玻尿酸呢？其实就是日本美容医生的严谨。早年在我在北京从事化妆师的行业的时候，曾经有见过那些小艺人在打完肉毒和不打肉毒完全判若两人的状态，那是一种在嘴角这个位置的严重下垂，以及打完之后明显紧致轮廓的差别。当时就让我觉得肉毒这个东西好像是一种双刃剑。随着资讯的发达，医美行业的规范以及专业医生的科普，你会发现其实是有很多误区的，包括医院所使用的品牌、医生的手法、医生的审美、他的方案以及他的注射量，全部都会影响最终呈现的效果。第一次面诊的时候，新井医生就指出了我当下的面部状态所面临的老化问题。当时我的要求呢，就是注射咀嚼肌肉毒，让其萎缩来达到瘦脸的效果。同时因为我日常戴眼镜，所以我会有扬眉的这个习惯，造成我的抬头纹呢也是比较重的，这个部分也可以采用肉毒来进行动态纹除皱。30+对于抗衰呢是需要重视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也是往重点抗衰这块去探讨的。而原本你刚好平整的肌肤，在注射完肉毒之后的萎缩，势必会有松弛的问题。面对这样的疑问，医生当时就提出了类似于国内现在流行的轮廓固定这样的说法，就是需要注射肉毒的同时，同步进行玻尿酸的注射，在面部非常少量定点且精准的去注射玻尿酸，可以起到很好的固定作用。新井医生的填充方式呢，是在骨膜下进行填充，和传统的表浅不太一样，它可以起到更好的固定轮廓、维持骨相的作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看一个人脸上没有明显的皱纹，但是就感觉他老了。随着年纪，胶原的流失，软组织的塌陷，会形成一种垮相。而玻尿酸的填充呢，就可以很好的维持软组织坍塌部分的支撑作用，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地方的萎缩而造成整体的塌陷。不知道是碍于我中国人的身份，还是因为新井医生他希望一次性告知我所有的问题，所以他当时的方案是在我面部注射10支玻尿酸。其实当时我是非常震惊的，不仅仅是因为玻尿酸非常高昂的价格，
更是因为国内很多明星过分填充造成蛮化的脸都历历在目。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保持冷静，因为注射永远都是少即是好。如果不满意呢，你可以下一次进行再少量的添加，而一次过多的注射再想取出来，其实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当然，医生是我自己选的，所以对于他的这个方案我还是认可的。除了原本就要计划的肉毒注射，我还是追加了2支玻尿酸，让医生从他的专业角度给我分散填充在面部，起到支撑作用。结果肯定是满意的，不然就不会有第2次的填充。肉毒的注射周期呢，通常是半年，但是我也看过国内一些专业医生的分享，如果你有定期注射肉毒的习惯，那么其实你可以将这个周期拉至8个月。但是当时在日本的时候呢，因为我刚开始注射肉毒，所以依旧维持了半年1次的周期。第1次面部注射呢，玻尿酸主要填充于我的太阳穴以及颧骨附近的位置，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将我的面部呢往上提。比较有趣的是，当时医生其实有2次暗示我真的不需要考虑法令纹吗？可见当时新井医生也是觉得我的法令纹问题还蛮凸显的，而我此行的目的呢却是瘦脸，所以很多时候你需要衡量当下你最想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医生所指出来的问题它的优先顺序。日本美容方面最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自然，所以长期缓慢的去调整是更加能够达到自然的效果的。比如初次注射了玻尿酸之后呢，其实你面部的结构就会有些微的调整，那么下一次重点放在法令纹的时候，它的注射量也会和你第1次面诊不太一样。我一直都不太赞成非去一个知名诊所，按照医生的要求一下解决你所有的问题，那样处理下来大概率是会不自然的。这也就说明，明明日本的医美要远比韩国精细化很多，但为什么重金来到日本整出来的状态却不尽人意呢？就是因为你没有生活在日本，只是希望一次就做出重大的改变，而忽视了自然这个问题。常常会说整形有瘾，其实我觉得不完全对，很大概率呢是你解决了你最在意的问题，不是那么在意的问题就会此时凸显出来。所以半年之后呢，就有了第2次面诊，因为实在觉得法令纹太过于扎眼。如果你经常关注医美，并且喜欢刷小红书，你会发现有很多在日博主仅仅用1支乔雅登的玻尿酸就解决了他们的法令纹问题。在他们的视频分享中可以看到是肉眼可见的改变。不仅如此，国内的一些路人博主也分享在北上广注射玻尿酸的经验，基本上视频中都是呈现肉眼可见的改善。尽管玻尿酸很昂贵，但是1支就可以达到非常不错的效果，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心动。加上此时呢，我已经有熟悉的医生，所以法令纹注射这个日程呢，自然就会安排起来。为了保险起见，第2次的面诊之后呢，我选择了2支玻尿酸的注射。但是如大家所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现在视频的当下，我的法令纹依旧很明显。不仅如此，现在坐在荧幕前的我呢，其实在3月份回国的时候又进行了1次玻尿酸的注射。整形外科类的美容医院呢，在日本很发达，尤其东京地区非常多，所以整个市场的价格呢，也会随着医院的规模以及医生的知名度有很大的波动。即便是乔雅登的玻尿酸，网络上呢也有不少医院是1支5到6万日币的价格，并且宣称1支就可以达到填充法令纹鼻基底的效果。而我所去的银座 Noelu 医院，它的乔雅登玻尿酸的价格单支在13万2千日币。我想强调的是，像这样的价格呢，其实在日本本土是属于一个非常正常的价格，而那些5、6万呢，才是真正便宜的价格。这个价格按照我当时的汇率呢，大概和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国内乔雅登的价格，据我所知应该是在1万人民币以上，所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的低汇率，在日本注射玻尿酸终究还是划算的。在我注射了2支玻尿酸都没有出现明显效果之后呢，我其实是表达出我的不满。
2周之后，我立刻联系了医院，重新预约了新井医生，并且和他表达了我现在的困惑。在沟通的时候呢，我就和医生指出为什么别家医院在一支的情况下就可以达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甚至价格更加低廉，而我在这么知名的银座医院采用2支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其实是没有办法冷静看待这个结果的，所以我更多的呢都是在表达我的不满。所以当时的新井医生呢就讲了一句重话，原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日本的整形医院很多，那么如果只是想要将全部的玻尿酸只是单纯的填充到法令纹，并且让它肉眼可见看起来就很嘭的话，其实很多医院都可以做到，并不需要专门找他。同时他也提到了甚至于价格更便宜，所以开头我也提到，不仅仅是药剂的重要性，医生的能力才是1+1大于2的效果。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新井医生他不是那种传统你要求他给你填充哪里他就会给你填充的那种医生。作为面部轮廓整形的专家，他是要考虑你面部的衰老状况，精准注射，并且预示到甚至2年以后你面部的这个坍塌状况的维持。换句话说，他更加在乎的是你整体面部的平衡，而不是单单局限在某一个部位的拼命填充。他作为品牌官方注射指导医而言，一点也不建议我这么做。当下也许肉眼可见的嘭起来，但是随着自然的老化，只有这个部分是嘭起来的，其实它看起来非常的不自然，并且也不持久。法令纹处的鼻基底凹陷呢，其实源于骨骼的结构以及自然的衰老。他有讲到，其实有不少女性呢会只填充这个部分的法令纹，确实有达到立刻不错的效果。但是这个选项呢，只针对年轻的女性，因为整体皮肤的状况都非常好，胶原紧致。碍于骨骼的原因呢，只有法令纹是凹陷的，当然可以选择这么做。而熟龄肌呢，因为有衰老的迹象，这么做就显得非常不保险。这大概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女明星可以一阵子很漂亮，又一阵子问题很大。同时他也提到，每个医生其实都有自己所擅长的领域，而解决法令纹这一块呢，其实也有多种的方法。而他所在的注射抗衰这个领域呢，他会建议我这么做，可以达到更持久的持续抗衰效果。从第一次面诊一直以来，我和医生表达的观点就是一定要自然，所以他也明白我这个要求。再回头看一下现在当下的一些明星，不乏年轻明星的脸上其实也有法令纹，不可能完全的消失。作为一个动态纹，想让它完全消失其实是很困难的，尤其还要考虑到自然面部不僵硬的问题。关于法令纹的填充，它不仅仅是填充这个选项，涉及到很多的层面。在沟通之后呢，新井医生给我提出了新的方案，就是做局部的溶脂。大家可以看镜头，我明显的法令纹，如果我将手将这块的脂肪进行按压，是不是很明显的看到法令纹的淡化？两边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我鼓出来的这块其实是会造成我鼻基底凹陷的重要原因。那么如果将这块的脂肪进行消除，法令纹就明显淡化了不少。之后再配合比如日本现在流行的韩版超声刀 HIFU 以及热玛吉这类的项目进行抗衰，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更持续更完善的针对面部结构调整的一个作用。而以上的这些呢，仅仅是我自身法令纹所面对的问题，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所以面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医美其实真的是无底洞。我们的老化呢，也不会因为几次的医美而完全停滞，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要担心的点。难道吃了饭肚子依旧会饿就要放弃进食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观点很对，医美就应该要选择你可以长期承受的项目，因为它是一个需要持续进行的过程，而不是1-2次的冲动。
好比现在非常流行的热玛吉，需要每半年做一次的消耗量，单单是热玛吉一次就需要花费几万块钱的高昂价格，连女明星都会觉得昂贵的玻尿酸，不要说普通人能不能承受的问题。所以大家也看到镜头前的我，法令纹还在，因为我消耗不起，依旧也是把我经历的医美过程分享给大家。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感谢你的收看。